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的艰难旅程，辽宁号跨越万里来到中国，美国、土耳其不怀好意从中作梗，希腊向中国伸出援手。自21世纪开始，中国海军就开始了全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海军下饺子般的军舰下水，向全世界都证明了中国海军的实力。如今的中国海军成为了世界第2的海上力量，并且不断在与海上霸主美国缩小差距。辽宁舰、山东舰2艘航空母舰，075两栖攻击舰、055驱逐舰、052D 驱逐舰，任何一款中国军舰拉到国际上都是十分先进的存在。随着003航母的建设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中国即将拥有第3艘航空母舰，这对中国海军来说又是一次极大的提升。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海军实力在过去并没有如此强悍，甚至可以说得上羸弱。中国的综合国力在国际上排不上号，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工业水平都无法满足海军的发展。但正是因为这样，中国才更需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国防军事力量，快速地提升海军实力。1953年，毛主席视察海军舰艇部队，为5艘中国舰艇写下了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当时，航空母舰已经成为了现代海军不可或缺的武器，是海上战争最重要的舰艇之一，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所以，要想让中国的海军得以发展强大，首先得要有一艘自己的航空母舰。中国第1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问世。而作为中国第1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的诞生之路充满了艰难。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困难，还有着当时中国国力不足、外部力量对中国发展不怀好意的不断干涉和阻碍。我们在讲乌克兰的时候谈到过，中国的辽宁号正是从乌克兰那儿购买的半成品建造得来，而从中国与乌克兰签订购买协议到这个半成品航母运到中国港口，花了近4年的时间。这其中都经历了哪些艰难险阻？辽宁号航空母舰的前身是苏联海军的库兹涅佐夫元帅级航空母舰次舰瓦良格号。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开始在乌克兰建造瓦良格号，但美苏冷战中苏联落败，苏联被迫解体，瓦良格号的建造工程也就随之中断，当时的建造率达到了68%。乌克兰虽然继承了苏联时期的大量军事设施，但是却并没有能力消化。此时若要完成瓦良格号接下来的建设工作，预计要花费2亿美元，这还只是初步计算。对于当时捉襟见肘的乌克兰来说，已经没有多余的财力来支付这笔军事费用。未完成的瓦良格号也就只能像废铁一样停靠在尼古拉耶夫市的岸边。但是这艘半成品的航母却引起了中国的注意。乌克兰没有能力继续完成建造，就算硬着头皮完成了，乌克兰是黑海沿岸的国家，基本上用不上海军，更用不着航空母舰。中国便从1999年开始做调研，然后在1992年底开始派人前往乌克兰洽谈瓦良格号的购买协议。这一谈就是4年。1996年，中国终于把乌克兰的工作做下来了。乌克兰答应把瓦良格号卖给中国，但同时也提出了条件，那就是必须通过招标的手续，并且是健全的手续来购买。这里要说到当时中国对航空母舰的态度了。虽然大家一致认为海军实力是必须要发展的，但对于航空母舰却有2种声音。一种是认为航空母舰是海军不可或缺的重要装备，另一种则是受苏联影响。当时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认为，航母就是个海上活靶子，没任何战略价值。所以在中国领导层的这2种声音的争执之下，购买瓦良格号的审批一直下不来。外部力量还没插手，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分歧。当时想购买瓦良格号的除中国外还有6个国家，稍有犹豫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可以见得辽宁号的诞生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艰难险阻。1998年只能找到一个爱国港商企业来出面购买，最后中国企业花了2000万美元购入了瓦良格号航空母舰。当时中国海军副司令贺鹏飞表示，这是中华民族唯一的机会，因为以前不会有人卖给我们，以后也不会有，这是唯一的机会，如果错过，我自己都不会原谅自己。在一切手续完成后，就只要等着瓦良格号从乌克兰运到中国。但听起来万事俱备了，但困难才刚刚开始。当时的运输路线拟定的是穿越黑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地中海、达达尼尔海峡，最终抵达中国。
可当瓦良格号运输途经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出现了意外情况。当时这一海峡是由土耳其把控的，土耳其方直接以船体过大影响其他船只正常航行为由，拒绝瓦良格号通过，并强行命令瓦良格号退回黑海。这一理由只能说是十分牵强，因为博斯普鲁斯海峡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海峡，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大型船只、油轮通过，怎么可能唯独瓦良格号无法通行？这是土耳其在故意为难中国。当时的土耳其内部派系林立，与美国有着说不清的关系。中国与土耳其本身并没有什么交集，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美国在从中作梗。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这会极大程度地提升中国的军事实力，美国完全有理由这么做。在被阻拦后，中国多方交涉，再次尝试通过海峡，但还是以失败告终。瓦良格号被迫飘荡在黑海，返回了原海港。就这样，中国与土耳其的交涉一直持续到了2001年下旬。中方多次强调完全承担瓦良格号通过海峡的安全保险费用以及万一出现问题的赔偿费用，但土耳其依旧不放行。随后，土耳其提出了一系列的条件，要求中国开放对土耳其的旅游，争取每年有20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到土耳其。这一政策预计每年可以为土耳其创造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最后，土耳其政府提出了瓦良格号通过海峡的20项安全措施，其中包括中国需要准备10亿美元的风险保证金，2000万美元买的航母却要花10亿美元的保障金才能够通过海峡。中国还需无偿向土耳其提供3.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土耳其借着美国的威风，在中国国力不足的时候给中国下绊子。为了中国海军的发展，中国答应了土耳其的20项相关安全措施，最终通过了海峡。但运输过程中的困难还没有结束，在经过爱琴海的时候，运输队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风暴，瓦良格号在海上失去了控制，横冲直撞。最后在希腊商业海运部的帮助之下，希腊救援人员竭尽全力拯救下，终于将瓦良格号控制住，最终有惊无险地于2002年3月抵达了中国大连港口。从92年的开始计划调研到02年的抵达中国，瓦良格号航母花了10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受到了其他国家的暗中阻碍和大自然的狂风暴雨。但是这值得，虽然瓦良格号是个半成品，但却是一艘崭新的航母。这个半成品为中国研发航母减少了20年的时间，为中国节约了科研经费200亿人民币，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从辽宁号开始，中国海军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为中国海军如今的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